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用一個非常特別的哲學角度來重新看懂華文文學史上可以說是最偉大的一部小說《紅樓夢》。好，我們一開始先直接切入一個最核心的問題：為什麼一個人他什麼都有了，財富、地位，身邊美女如雲，但他最終卻選擇把這一切全部都拋下？這就是主角賈寶玉他一生中最大的謎團，也是我們這次要一起來解開的密碼。為了把這個選擇徹底想明白，我們今天的分析會分成6個步驟。首先，我們會看到2條路徑，一個問題，接着走進他們生活的金絲牢籠，然後觀察現實的裂痕是怎麼出現的。再來，我們會深入探討寶玉非常獨特的情的信仰。第5步，分析那場偉大的告別。最後，我們要一起來理解萬里雪白，那是什麼樣的最終境界？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一個關鍵點。要真正看懂賈寶玉的選擇，我們需要一個聽起來好像沒什麼關係，但其實非常關鍵的參考人物，就是2500年前的悉達多太子，也就是後來我們所知道的佛陀。為什麼要提他？因為他也面對過一模一樣的抉擇。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先有個共識：《紅樓夢》它不只是一個愛情故事，或者是一個大家族的興衰史，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哲學宇宙。它有好幾個名字，像是《石頭記》，但對我們今天的討論來說，最關鍵的一個別名叫做《情僧錄》。你先記住這個名字，它就是解開一切的鑰匙。好，那現在我們就把這2位王子的人生起點拿來比較一下。你會很驚訝地發現，他們的人生開局可以說是完美的平行線。你看哦，悉達多太子，他出生在古印度的王宮，從小就被保護得滴水不漏。他爸爸下令，絕對不能讓他看到任何衰老、病痛或死亡的景象。那賈寶玉呢？他出生在當時權傾一時的賈府，生活在一個專門為他打造的人間仙境大觀園裡面，身邊只有無盡的奢華跟美麗。所以說穿了，這2個環境都是一座刻意打造的金絲牢籠，目的就是要用世界上最極致的快樂，把他們的心給綁住，讓他們永遠都不要去想牢籠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可是，不管這個牢籠蓋得再怎麼華麗，現實總會找到裂縫鑽進來。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這2位主角人生的轉捩點，也就是他們第一次親眼看到這個世界根本沒辦法逃避的痛苦。悉達多太子的覺醒是來自於很有名的4門出遊。他第一次走出宮門，就連續看到了衰老、疾病還有死亡。這3種他從來沒想過的生命樣貌，可以說是一瞬間就擊碎了他完美的世界觀。最後，他看到了一位非常平靜的修行者，這讓他突然意識到，原來面對這些痛苦，還有另外一條路，一條尋求解脫的路。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了。賈寶玉的覺醒路徑就非常不一樣，他根本不需要走出大觀園。為什麼？因為他的痛苦不是從牆外面來的，而是在他最熟悉、最珍愛的那個樂園內部，像藤蔓一樣自己長出來的。他的覺醒是來自一連串死亡的打擊。第一個是秦可卿，賈府裡面最受寵愛的一個年輕媳婦，在家族最興盛的時候突然就走了，這是他第一次感覺到什麼叫無常。再來是他最親近的丫鬟晴雯，被冤枉之後趕出去，最後很淒慘的病死，這讓他看到了體制的殘酷。最後是他的靈魂伴侶林黛玉，因為一場誤會心碎而死。每一次的死亡都在告訴他一件事：這個金絲牢籠根本保護不了任何一個他所珍愛的人。好，問題來了，既然2個人都看到了痛苦，為什麼他們走向解脫的道路會這麼不一樣？
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因為這就是理解賈寶玉的關鍵，也就是他獨特的信仰情。還記得我們前面提到書的別名情僧錄嗎？情僧顧名思義就是用情感來悟道的僧人。佛陀走的路是透過割捨情感跟慾望來達到覺悟，但賈寶玉的路剛好反過來，他的信仰就是情這個東西本身。這個情不只是愛情，還包括了親情，甚至是一種對宇宙萬物所有美好事物的執着。他的修行不是要放下情，而是要徹底的去體驗它、經歷它，一直到最後才把它看破。書裡面有一段話，完美解釋了這個循環。他是這麼說的：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無空。這句話聽起來很玄，但我們把它講白話一點，意思就是從一片虛無之中，你看到了這個世界的美好，就是色。因為這些美好，你產生了執着，也就是情。然後你帶着這份執着去經歷人世間所有的一切，最終在你體驗過所有的愛恨嗔痴之後，才真正領悟到，哦，原來一切的本質是空的。所以對他來說，情不是阻礙，而是他用來渡河的那艘船。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下一個關鍵點了。這兩個人在他們最終告別世界的那個時刻，他們的行為看起來很像，但背後的動機可以說是天差遠地。這裡的對比非常重要。悉達多太子的離開是為了去尋找一個答案，他要去找出解決生老病死的方法。可是賈寶玉的離開是在他經歷過情的圓滿跟破碎之後，他不是去尋找答案，他自己本身就已經是那個答案的載體了。悉達多是為了切斷跟世俗的連結，而寶玉是為了了結並且超越他的塵緣。書裡面對寶玉最後身影的描寫可以說是非常有象徵性，是這樣寫的，說的：雪地裡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件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哎，你注意到了嗎？他穿的不是灰色的或黑色的僧袍，而是一件非常沉重的大紅色斗篷。紅色在《紅樓夢》裡代表的就是紅塵，代表了所有的情。這個細節可以說是畫龍點睛，它告訴我們一個重點：他的出家不是一種逃避，不是把情這個包袱給丟掉，恰恰相反，他是把人世間所有的情愛、傷痛、遺憾，像一個十字架一樣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走向超越。那麼，扛着這份這麼沉重的情，他最後走到了哪裡去？這就帶我們來到這本小書的哲學終點，以及空這個字的真正意義。小說主題曲的最後一句歌詞，也是對這個結局最經典的注解，是這麼唱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片白茫茫大地並不是代表虛無，或者是一種悲慘的毀滅。在佛家哲學裡面，空不是什麼都沒有，它是一種超越了所有愛恨、是非、得失的終極真實狀態，它是一種淨化。也就是說，賈寶玉的結局是在經歷了紅塵中濃烈的情感之後，所有的雜質被一場大雪給洗乾淨了，最終回歸到生命最純粹的那個本質。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我們看到這兩位王子都在他們的樂園裡面被迫去面對痛苦。悉達多的路徑是出離痛苦，去尋找真理。而寶玉的路徑是投入激情，去理解真理，所以他的告別不是逃跑，而是一種承擔。而小說的結局，與其說它是一個悲劇，不如說它是一種升華跟超越。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去思考：如果生命的終極目的地是空的境界，那麼我們在紅塵中所經歷的這一切激情跟苦難，它究竟是阻礙我們到達終點的障礙，還是說它本身就是唯一能夠通往那裡的道路？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